是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一起认识一下今天强大的情感疗愈团队。Hello，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者文吉尔，让我们勇敢相爱，保卫善良。Hello， 大家好，我是中年作家陆琪。爱情是生活的科学，好好恋爱，好好生活。大家好，我是莎娜。如果做不了别人的公主，那就做自己的女王。大家好，我是雷鸣。好的婚姻呐，不光要有爱，还要有趣。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曲伟。人对自己的发现不是通过有，而是通过无。所以在爱情当中，要不断发现自己的不足，成为更好的自己。好的，谢谢各位。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2组嘉宾登场，欢迎他们。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樊先生，33岁，来自陕西；个体谭女士，32岁，来自广东，医院行政。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们的婚姻出现了什么问题？我为了他，一家人从广州回到他老家生活，生活全改变了。他没有一点感激，全是埋怨。他嫌弃我的老家，嫌弃我的亲人，也嫌弃我。我现在觉得他一点人情味都没有。想让对方有什么改变？对我母亲的态度能好一点。2个小孩一碗水端平，别总想着攀比。我觉得我不属于这个家，他们都是一伙的，就我是一个外人。我希望感受到家的温暖。先问问2位结婚多长时间了？3年多了。然后我们有2个小孩，大的是个男孩，3岁多了；小的是个女孩，1岁多了。多好呀，儿女双全呐。对啊，就以前不太吵架嘛，所以才能有2个小孩。然后现在跟他回老家了，基本上天天都吵，就是大吵小吵的区别。哎，为什么是要跟着男生回到他的老家呢？是发生什么事儿了？22年底的时候，他妹妹生病了。那当时呢，因为他工作的话就是轻松一点，他是个板材经销商嘛，属于自己做点小生意。他就先回去说照顾妹妹，然后到23年快过年的时候吧，他就让我和小孩也过去。然后当时呢，我就以为是就过去过年，过完年我们还回来。那谁知道过完年之后，他也不提回来的事情，就没有回来了，一直到现在。那个时候你是没有班上的是吧？对，因为那个时候我自己一个人带小孩子呢。当时我妹妹不是，她是妊娠期的心肌炎然后慢慢的发展成心脏衰竭，因为当时也没心源，她心脏当时衰竭8%了。当时要换心脏。那你说我作为一个哥哥，我是不是要回去？因为我们家也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我跟我妹妹是单亲家庭，我自小就是我母亲抚养我们俩长大的，长兄为父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生病了，我不可能不管然后我就回去了。这能理解啊。你们是在广州生了2个孩子对吧？不是，是我在广州生的，我儿子生的老大。对，生老大，然后他妹妹生病期间，我是怀着老2的。那时候已经怀上了。对，已经怀上了。那么在广州有老大之前，你有工作吗？有。你们在广州有房子吗？没有。租的房子结的婚？对。是的。所以你当时嫁给他算裸婚对吧？对，完全裸婚，他连彩礼都没有给。那这个给妹妹治病也有很大的经济上的压力呀，对不对呀？当时是说换心脏，最后又转到另外一个医院，人家说可以保守治疗，因为年龄比较小嘛，然后我们就保守治疗了，然后一直在那个 ICU 里面待了大概有2个多月，自我们住院到出院，前后大概能花110多万。他出了10几万，但是他说10几万里面有6万块钱是我的。他当时说你拿来先急用一下，我到时候再给你这样子。然后现在他妹妹不是逐渐好了嘛，好了我就提起这个事情了。我说这个钱现在是不是可以给我，或者说写个欠条？那大家是一家人，我也不说写个日期了，总不能说这个钱给出去就给出去了吧？他总是让我给他写欠条。是让你写欠条，还是让妹妹？就是让妹妹写个东西。多问一句，这100多万，那90多万的医药费是怎么来？因为我们当时是嫁人了嘛，因为她是妊娠期的心肌炎，最后导致了心脏衰竭嘛。她是嫁人了，因为那边也有家人嘛，因为就是那边出的。对对对。还有一部分医保呢。最后医保报了，他医保不是报75%嘛，然后再加上一个他当时买的那个保险嘛，然后基本上是报的差不多，然后他就一直抓这个事情，让我
说他有一个保障什么的。如果报的差不多了，那为什么借的钱不能还呢？因为他有后遗症嘛，失颤嘛，特别严重，每次去医院抢救。然后我就说这个钱我们就不要了，你也不要说打什么欠条什么。不，你说这个钱不要了是可以的，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钱里面是有你老婆的婚前财产的？在家里我就说了算，我就说这个，因为我们结婚，那你拿你自己的钱说了算，你不能拿人家的钱说了算。因为结婚了嘛，他的就是我的。结了婚，什么叫他的就是你的？我的也是他的呀。那你之前的呢？你有啥呀？你有啥给人家的呀？他借给你是已经看到你们2个人是夫妻，拿去给你救命的。那我以后赚的钱给他就行了。你以后赚的每一分钱不是你给他，你以后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夫妻共同财产。但6万块钱是他的婚前个人财产。行，忙啊。好，这事儿就这样。来，接下来我们说一说，你是不是跟婆婆的关系不太好？是的，其实我婆婆人挺好的，但是就是大家就是环境不一样嘛，然后还有文化程度也不一样，造成有时候沟通上有些误解。有一次就是我跟小孩在他农村老家住着嘛，那农村老家本来就玩的东西不多，下雨了我就带小孩在门口看一下，呼吸一下空气嘛，然后他看见水了，他就要踩2脚。那小孩子玩水很正常，小孩子都爱玩水。然后我婆婆看见了，她就说你怎么能让小孩子玩水呢？然后我就说那小孩子嘛，他看见水啊，他就想玩，就像猫看见鱼它想吃一样，是小孩子天性嘛。然后我婆婆就生气了，她就说你怎么能把小孩子比喻成猫呢？那猫是个畜生，它没有智慧啊。然后还说了我妈整天给她说呢，因为就是我老了，我脑子也不中用了，反正就是我说的话就是这样，你要理解。然后他就不一样，他就每次他就拿这个说事儿，因为农村嘛，你毕竟是那样。还有我那大儿子，因为他是高温惊厥史，然后我妈就担心他去外面淋雨，他发高烧怎么办？他也是为了小孩着想呀。好，还有什么呢？还有另外一次也是因为沟通上的问题，就是我有给小孩买那种宝宝理发器，然后有空的时候就在家里我会给小孩自己理头。然后那天我没在家，然后我婆婆就给我小女儿理头了。那理发技术不太行，就老人家不太会用，就把那小孩子头发理的有一块没一块秃的。然后我回去看了很心疼，女孩子嘛，你把头发理成那样子，看着谁不心疼呀？然后我心疼了，我就说，哎呀，那小孩子那理的头怎么像狗啃的一样？然后我婆婆又生气了，她就说：“你怎么能说我是狗呢？”她就没脑子，她每一次就是打这样的比喻，因为农村人嘛，他文化水平本来就不高，他还以为你说他呢。其实它不是什么大事，就是语言上的、沟通上的一些误会，这造成不了什么大的隔阂。对，主要是他在中间，他没起啥好作用，我发现。对，我告诉他就是想他在中间做个调节，因为他能理解我们大家说的话，他还知道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婆婆这样理解，就搞得我又不尊老又不爱幼的，我成了什么人了？因为每一次都是这样，人家就是我妈给她道歉了，就是每一次都是出完事情道歉了之后，她还是那样，就是斤斤计较。我就感觉她斤斤计较，就拿这个说事儿。刚才我记得短片里面还有一个说什么男生说，希望你一碗水端平，是你2个孩子对某一个会更偏爱一些吗？这是他给我乱扣的帽子。其实我对2个小孩都是一样的，主要是老大嘛，老大从小就是我带的，就感情就肯定是比较好一点嘛，比较深一点。那我女儿的话，因为我不是2个小孩嘛，那我不可能一个人带2个，所以女儿生下来之后就我婆婆带的多一点。而且的话，我也想跟我小女儿培养感情啊，但是他们老是把我往外推。就比如说有一次我下班了回家，我想抱我小女儿睡觉，然后我婆婆就说：“哎，你不要这样子，你弄得2个小孩都黏住你。到时候你上班了，你白天上班，那我晚上回来怎么带？他就要赶我走。”你晚上抱过来之后，小女儿一哭，把大儿子吵醒了，又让抱过去。他每次都是这样。买玩具你也是禁止老大买，老大玩完你让女儿玩。还有买衣服也是一样，就是先给老大买，然后就是老大穿不上了给小女儿，每次都是这样。我觉得他就是没有了解清楚，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反而是什么？我给我女儿买的衣服，我婆婆拿去给她妹妹的女儿穿了，先穿完了旧的才拿给我小女儿穿，都好几次了，我在家里都偷偷哭呢。我跟她说，她也没管上。因为我妈不知道是谁买的，我们也生过病嘛，然后就是因为这种因素嘛，然后就是觉得反正
就是一个是那边嘛老的，一个是病的，一个是小的，都得让着。对啊，所以就你受欺负嘛。那还有一次就是我小孩上幼儿园，刚去幼儿园都不习惯，都哭，他哭着他就不想去，然后他们2个还在旁边说我，然后就说硬要送小孩去，我说那就今天就不去，他们还不愿意，然后我当时就很崩溃，就本来哄了一早上我就已经很崩溃，他们更加你一言我一语的在那说我，然后我就顿时就炸了，提上我的包我就走了。本来那时候我都想回广州直接丢下他们了，但是他们给我发我小孩的语音，真的喊妈妈，那我就心软了，我就好像就回来了。因为那个小孩怎么说呢？我们老大啊，他就是小姑娘性格，不能说他。你想一个北方汉子，你不能这样啊！我整天也教育他不能这样。你们家就你一个男的，如果这个男孩子的性格不像男孩子，那肯定是你的问题。是你的问题，对。其实我觉得，女生现在特别大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困境是在于，你是不是觉得从广州回到她的老家去生活，落差特别的大？那落差真的很大。比如说，我以前做白领嘛，在办公室坐着上班嘛，然后回去之后呢，他们那边不好找工作，然后他家里怎么跟我说？他家里说，那你就去端个盘子也行啊，去工厂去流水线。农村它不像城市。他没有那么多就业机会。如果说真的想上班，你只能去当个服务员，然后就是进厂。哎，他可不可以选择回广州呢？回广州，我现在觉得不现实，因为在这边我也有一些积累了，就2、3年我有一些积累，然后也上班也别扯了，你根本就不会再回去了。我强调一个事实啊，你带你妻子从广州回到咸阳的乡下，是事先没跟他商量，没说好。你把他带来之后。然后慢慢，你认为他能适应，从来没有商量过这事儿，就把这事儿当一现实，你就得留这儿了。对，那你觉得这事儿对不对？我感觉就是你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哎，我知道就这是实话。来，你说说你的原来拿动物做比喻的头在你这儿，那都是老话说的。你说说你的落差都有啥？他在农村呢，停水1个星期能停7天水。那我下了班，我就是在员工宿舍，我洗个澡再回来嘛。洗个澡再回来，他就嫌我回来晚了。他说：“婆婆白天带孩子还得做饭给你吃，啊，那么辛苦的。”但是我婆婆做饭就不是做给我吃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北方的炒菜他都爱放辣椒，我又不太吃辣椒。然后他炒菜还有一个就是，炒什么菜都要放西红柿，这个我也提过很多次了。我说你不要放西红柿，我也能吃，对不对？其实不放这个也不影响的。说过很多次了，他就是没改变，他们都没改变。总之，现在你在这儿生活了2年多，其实说实话，你还是没有适应这儿的生活，对不对？没有。你想回广州吗？我想。你有跟他提过吗？我跟他提很多次了。你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其实是不是一个最大的诉求就是想提出要回广州去生活？是的。那如果比如说，就像他刚才其实态度也很明确了，他说回去不现实，就是不回去，你怎么办？那我会考虑自己回去，或者带上我小孩回去。2个都带走吗？他只会带老大。那我一个人也没办法养2个呀。所以你会带老大走，对吧？对，因为老大现在能上幼儿园了，我上班我可以让他上幼儿园，然后让我妈去给他接送。但是你说带上小的，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带。那先生，你听到了，你妻子已经这么说了，就是如果你要是一直执意说在老家生活的话，他现在是没有办法适应的。我觉得这都不是适应不适应，因为就是他比较爱攀比，所以才导致现在这种结果。他怎么攀比了？就是去年，他那个表妹结婚了，就是嫁了一个有钱人，反正就是整天就是跟他发微信，带小孩游乐场玩，然后晚上去哪儿吃饭，去哪儿逛哪儿逛哪儿逛，整天给他发，然后他就心里就感觉不平衡，他就整天给我拿这个说事。不是，这不是正常生活吗？农村跟城里不一样啊。他为什么要过农村生活？那嫁鸡随狗，我刚不是说了吗？就又回到这句话了，谁让你嫁了？谁让你嫁给我了？那谁让你嫁给我？活该倒霉，对，是吧？就是归根结底就是这一句话。我的诉求很简单，之后能对我的母亲能体谅一点，然后就是对小孩能一碗水端平，然后就是我知道我现在就是给不了你那样的生活，反正就是攀比这种心理，你有是有，你不要整天给我说出来。姑娘，你有啥诉求？首先我肯定是希望能回广州的嘛，然后就是说，如果
跟他们要继续生活的话，我希望他能跟我婆婆中间能做好他的中间人，做个双面胶，能弄好一点。哎，我问你，如果要求你继续一直就可能一直永远就生活在这个地方了，你能接受得了吗？不可能，我不可能，我肯定是要回去的。你最多还能在这儿待几年？可能是等我大的上小学了，因为我大的户口是跟我在广州那边的。等他上小学了，我小的也能上幼儿园了，我就都带回去。也就是还有3年的时间是吧？就该上小学了，老大。也就最多就我再忍3年，忍不了3年。不是有一点，我要是从3岁到6岁，我都在咸阳生活。对，我到6岁，我连广州的小朋友的话我都听不明白，听不懂啊。我儿子能听懂广州话，他会唱广州话的歌呢。你别着急，过3年就不会了。他一进入那个大环境，他满口都是陕西话，他都不去了。对，而且他吃不惯广州的东西了。大家2个人的诉求我们都了解清楚了啊。我们先来听听同样今天来求助的，小王和小雪有什么想法吗？我感觉女方比我身边这位是强多了。你今儿还想上去吗？你这我就怕待会儿拉着你直接走了就。想上就是感觉女方可能理性一点吧，对自己说的话什么的特别理性。反正他没说啥，但我知道他对他女朋友意见挺大的。来吧，小雪你怎么看呢？挺窒息的吧。我听这个姐姐讲的这个事情嘛，就是我觉得一个女生就是选择嫁给你，肯定是相信你嘛。我觉得就是需要挺多关心的。谢谢2位啊。接下来我们听听老师们怎么看你们的问题。首先说一下谭女士，我觉得你不应该把希望放在你老公身上，因为他就不愿意去当这个双面胶。他觉得只要他替你去跟他老娘说话，就是他不孝。我建议你就是跳过中间商，你直接去跟你婆婆沟通，这样其实反而会有效一些。因为带孩子是你和你婆婆，就是你老公其实也管不了什么孩子。还有一点，我告诉你，像你老公这个样，他带不出好孩子来，就是他的思想是非常的落后的，不应该给到你老公这么高的一个支配权。你老公还有稍微一点好是什么？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人，但是他的责任和担当仅限于他的直系亲缘家属。你在那个环境里面，你就是唯一一个跟他没有血脉关系的人。如果你想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过得好的话，你应该想办法把它边缘化。其实女性跟女性之间同理心会更强，就是你不要总是抱着一种你婆婆一定会占她的心态，你也不要抱着一种说他们家所有的亲戚都会站在她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其实不一定。那么接下来说关于孩子的这个问题，如果你打定主意说我的这个地方待不下去，你现在立刻就，我觉得你带着你的就是那个大孩子你就回广州去，但是你一定要定期的回去看你的小女儿。这不大哥，你不要所有的事情都去跟你的老婆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西北汉子的这个是展示在，如果你和孩子有什么需要，我第一时间在，我会像保护我的母亲和保护我的妹妹一样。你老说他不一碗水端平，我觉得你一碗水也没有端平。你不能总是去牺牲你孩子的母亲，去成全你所谓的大局。这你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先看看自己做的怎么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啊！这句话来自于我们封建社会的3从4德观，这是把女人当成一种从属品，她属于某一个人，会被人带来带去。说句实在话，就现在我也没想到还会有像你这样的人可以这么肆无忌惮地聊这种天。我跟你讲，谭女士，你要再不走，你走不了了。为什么？因为你孩子习惯了，因为你也慢慢快要习惯了，因为你的那个小女儿更加习惯了。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叫对于舒适圈的依赖。当你开始怀孕了，你觉得她可以做生意，可以挣钱，你就可以不上班了，然后你就真的可以不上班了。然后她回到老家，你觉得我可以跟着她来，她在老家她不跟着你回广州，然后你就真的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一直住下来。你其实驱动不了自己，你在一个舒适圈里面你动弹不了。所以我们一直在说女性的自我觉醒。什么叫自我觉醒？自我觉醒就是自己，你这艘船自己得长出螺旋桨来，自己得长出发动机来，自己得加满油，那油都得你自己挣钱买，你才能开走。2条路，第一条路啊，
离婚。因为婚姻观完全不一致，而且你和他所触及到的矛盾是他的核心矛盾。他家里面现在身边所有的人，包括你俩孩子，都是他的血亲，只有你和他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只有你是外人，所以你是可以被舍弃的，你是可以在这段婚姻关系里面可以被牺牲的。所以对于你来说，你是整个关系里面唯一一个可以被消耗掉最危险的人，所以我建议你走。第二，我觉得如果你说你暂时离不了婚，好，我建议你这个月开始都不要等年后了，这个月开始就带着孩子走，回广州过年。为什么？因为所有事情宁在一丝进，莫在一丝停。这件事你但凡你回去再想想，你又走不了了。我跟你讲，你信不信？你现在带孩子回广州，孩子在广州前3天都得天天哭。这件事情你是需要去进行非常强大的对抗。前3天孩子天天哭，前2周奶奶天天打视频，对，孩子说要见奶奶，然后这个爸爸天天一个电话一个电话来催你。你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对抗性去对抗那么多的事儿吗？你有这个能力吗？我怕你没有啊。所以今天你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可以劝你，也可以告诉你该怎么办。但是如果你这艘船自己长不出螺旋桨，自己买不了汽油，你自己点不着火，你就走不了。至于先生，我和你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我没什么可以跟你说的，就这样。谢谢陆琪老师。看解决问题还得找陆琪老师，所以呢，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你们也有问题想要找陆琪老师帮忙解决的话，去微信上去搜索我们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找到陆琪老师。同时呢，大家也可以提啊，自己是爱宝的忠实粉丝，你们就可以获得新人礼包。我是觉得有一件很蠢的事儿，一个人她回了一趟丈夫的老家，就被留在了那儿。没有人捆住她的手，也没有人捆住她的脚。她丈夫虽然做的事儿不太地道，但是他也没有做任何捆绑住她的事儿。那他为什么不走呢？是自己不想走。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家也觉得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你看，自己不想走嘛。绝配。自己不想走，所以才留到了今天。所以我断言，姑娘，你回不了广州。因为是你自己把自己的手和脚给砍断了，所以他的原生家庭的环境也是这样一个环境，也是一样的。所以姑娘，我有2句话想要送给你。第一句话叫做奔赴要值得，放弃要利落，就是你给我珍惜，我还你值得。我觉得这是一个女人在心中要铭记的一句话。第2句就是要你不惜代价的这个人，是因为你就是那个代价。要你顾全大局，是因为你根本不在人家的局里。但是我觉得这2句话对你而言都是废话，因为命运不掌握在他的手里，掌握在你自己的手里。所以今天你不用再做这样或者那样的挣扎了，因为你压根儿从来都没有想伸手呼救过，你就想沉溺在这汪海水当中，是你自己沉下去的。所以就踏踏实实的跟着他在咸阳生活吧，然后孩子也就在陕西上学。不是鼓励，他根本回不去。他从第1天过个年就能留在这儿生活这么多年，他就回不去。你在我眼里面是个特别飒的人，你要不给他一点你自己的能量，给他一点，就是给他一点方法。我自己的能量就是那个年过完，你摁死我在这儿，我也会带着孩子扭头就走的。从来都没有跟我商量过，你就私自定了我的人生。他压根儿没有尊重过你，因为你就是他的附属品。我现在还有什么能量给他？他自己已经把自己当附属品了。什么时候，姑娘，你要是真的能做到明天我说走就走，咱们不用说等未来什么孩子上幼儿园，你那全是给自己的一个借口和挡箭牌。你如果真的今天离开我们爱情保卫战，明天带着俩孩子，不是一个孩子啊，2孩子，我2孩子全带走，我全带回广州，那证明你在救自己。谭女士，你不是独生女吧？不是。你是有兄弟姐妹？对，我还有个弟弟。哦，你果然你还有一个弟弟，没有一定重男轻女。
自己呢？你要是说我离开我丈夫，我自己带着孩子，我连生存都做不到，那别抱怨。要抱怨自己的能力不行，那就好好的对丈夫，好好的对婆婆，别抱怨了。如果你觉得你能力行，起码老大要上幼儿园了，而且一个亲妈，不管是带着亲生儿子还是带着亲生的女儿，你走遍天下都合法。我讲明白了吗？明白了。妹妹谁在照顾？妹妹她有自己的家里人。对，她有自己家里人照顾，所以你来照顾妹妹就是一个借口。那还有另外原因啊，因为之前我跟她谈恋爱的时候吧，她家里人一直看不起我，就是当时都不同意。然后当时在那边，在广州那边，我们生活也还算过得去。然后就是我们回到这边有反差了，然后我再回去，那不是更窝囊？所以兄弟，别装了。别装那个大男子主义了，你自己是没有这个勇气回到那边去真正的再重新开始生活。你明明知道我走这一步是错的，你不想认，但是你老婆一直在这个场上就撑着你的面子呢，是还是不是？是，一直就没有说你内心那个软弱，还说你大男子主义，然后你做这做那，你看我在医院里还找到了一个工作，不都在支持你吗？你要再保持那点虚荣，就是妻离子散了。一直在这个场上就为你撑着这个面子呢。男人要什么面子？男人真正的力量感是来自于他的实力，来自于他的努力，而不是躲。遇到事儿，他们家里人看不起你，好就跑了。这过得苦，他们的女儿过得不幸福，不敢回去给他们的女儿一个真正的幸福吗？可以了。这几年可以了，你为你这点面子，你是搭上老婆的幸福，还有自己子女的幸福。我的建议是，一起回去，那边他的父母你也会叫爸妈的，对不对？是不是一家人？是一家人。对，那面子有什么的呀？就跟他们低起头说，当时我的决定错了，这几年委屈您的女儿了，但是接下来，看我们的努力，看我的表现。说了也挺多了，你们两个人坐那儿休息一会儿，消化一会儿我们说的话，好不好？好。来，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二组嘉宾。本期第二对情感嘉宾小王，21岁，来自安徽，新媒体合伙人小雪，20岁，来自安徽，学生。那么，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觉得对方是什么样的人？他粘人，无理取闹，总想让我时刻陪着他，但我现在工作很忙，根本没时间陪他矫情。他现在对我的态度跟之前相比，简直是180度大转变，也不在意我的感受了，对我也没有什么耐心。你的恋爱标准是什么？首先要知道体谅对方，心智成熟，不要患得患失，懂事儿。最起码有话好好说，彼此相爱啊，他要把我当成他的全部。都说爱人如养花嘛，他也要好好的呵护我。你俩谈恋爱多长时间啦？1年多了。谁追的谁？是我追的他。哇，厉害！追了多长时间？大概2、3个月吧。哎，那这样的男生就算难追的了吧，陆琪老师？啊，男生要追2、3个月呢。说明他身边姑娘多呗。哦，我看那个短片里面说，男生觉得女生太粘人了，是吗？是这样的，老师，这次本来也就是我要求要来这个节目的。因为他现在特别粘人，特别无理取闹，有的时候他还特别难哄。有些时候吧，他就必须得要求我24小时，天天手机、电话什么都得接，而且还是那种秒接的。有的时候我要是不接，就会生气。你觉得就是秒接电话、秒回信息，压力太大了是吗？也不是，因为我现在不是自己在创业嘛，我也有一些自己的事情要做，然后也不可能说就是他每次一打电话，然后一打视频什么，我都能按时接、按时回。你从事什么类型的创业？我就是那种短视频制作，还有一些签约主播方面的。所以没有办法能秒接秒回，对吧？对，我也不是时刻一直在玩手机。你如果不接不回，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他就会生气，就特别难哄。工作一天了也比较累，再加上他这个性子，所以说我就感觉也有的时候也有点生气。我觉得他现在就是不爱我了，因为就是他现在这个工作嘛，身边美女很多，他
他不差我这一个啊，所以他不在意我。你说对了。但是我也没有不在意他呀。你想一下，我现在身边美女是多，但是我们也都是些合作和加上公司，顶多我就算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一个老板，然后加上一个员工的关系。那我俩刚认识，你为什么不说我粘人啊？你为什么现在说我粘人啊？但是刚开始我们都在学校里面啊，只有我俩之间的事情。然后我现在这个创业，这是什么东西也都是你在支持我在做呀。你要是刚开始不支持我的话，我肯定也不会说自己就去做了。你觉得他现在不在意你到什么程度？就比如说嘛，我们之前去吃饭，他都会问我，就是你想吃哪家餐厅呀？因为我比较喜欢拍照嘛，他就讲你喜欢吃哪家餐厅呀？要不要给你选好看的餐厅？然后他现在跟我一起吃饭，就感觉他好像很忙，就是随便看到一家他想吃的饭店，就直接走进去，也不问我想不想吃。但是他就只考虑他喜欢吃的不喜欢吃的，然后我要是说个我想吃的我不想吃的，可能他就会跟我急。吃饭现在吃不到一起去了，还有什么觉得他变了？就比如说上次吧，他说去玩，我当时我也在谈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客户，他当时临时跟我讲什么人数不够了，让我去陪他一下行不行什么的。我也给他讲了，我在谈一个很重要的客户，我现在抽不出来时间。然后我当时给他讲了，他就认为我不陪他，我就不爱他了。然后当时我俩那1-2个小时不是在冷战吗？但是我俩没挂电话。然后他朋友就讲什么，我当时听到了，他朋友讲你俩还没分手啊？反正当时我感觉已经触碰到我的底线了。然后我就跟他朋友就吵了一架。然后我当时把电话挂了，到家之后他就给我提什么分手什么之类的。因为我朋友就看他就是那样跟我讲话嘛，肯定就是觉得就是对我没之前那么好嘛，就是也算是随口开了一句玩笑。他不是男的女的？这朋友是个异性朋友，是一男的说，更不是男生啊，在点他呢。这是一男的，哎呀。他讲我这个事情，我还没讲他呢。他现在不是做这个经纪公司嘛，我也不是很懂。然后就是他有一个前女友嘛，之前想找他复合，就是我最近才知道，就是那个前女友已经在他公司2-3个月了，上班呢。对呀。他就是那种签约的主播，就直播带货什么之类的。我们顶多也就是一个老板和员工的之间关系，而且我也不是说我们公司唯一的老板，我们是有好几个合伙人。而且你想，我不可能说就单方面的就把他给签进来了。然后他怎么会进入到你们公司的呢？因为她是我前女友嘛，我们之前也有微信，还有联系。然后当时他就我之前发朋友圈招人，我们是有好几个就那种合伙人，然后我当时就让我合伙人就面试嘛。然后当时他一些各方面形象什么的也都挺好的，然后就让他进来了。但是我们之间也是有一些距离的。前女友是想和你复合吗？他之前是有。现在没有了。现在因为我跟我对象现在已经不可能，他现在有了一个嫉妒的对象了，所以他更要跟他复合。对啊。但是我们这个公司这个东西，它本来就是论事不论人嘛。我不信，反正我不信。我觉得他俩就是有猫腻啊，要不然为什么会不跟我讲？行，这个事儿先放这儿了。姑娘，你还有什么不满的？我觉得他现在对我没有耐心啊，就是跟之前就是180度转变嘛，也讲了。有一次我俩1周年纪念日嘛，然后我就是给他布置什么气球啊，那个氛围灯啊，然后给他做了一大桌子菜。他在那儿工作，做什么 PPT， 然后我就讲你能不能就是先吃饭，因为我就选好了那个时间嘛，9点09分，这寓意多好，我俩长长久久的。本来就是比较在意这些仪式感，他就是在那儿工作，刚开始还理我，后面我跟他讲话，他理都不理我。他也讲了，他一直规划这个时间那个时间，他都没有询问过我的时间。他也知道我现在在工作，他都没有问过我今天到底忙不忙或者什么的，他单方面的跟我约定好了。那不那天是你俩的纪念日吗？我当时给他讲了，我讲等我这个工作我很快，我忙完我肯定就会吃。然后他这个饭他凉的话，他热一下可以再吃呀。你像我今天这个 PPT 我要做不好，我可能我现在有灵感有什么的，我要是工作没完成，可能我这个工作就凉了，他就找不回来了呀。然后我当时也一直在给他道歉了。我道完歉之后他也不理我也不干嘛的。当时外面还下着雨刮着风，他怕他甩门他就走了。然后我当时我就穿个拖鞋就出去追他了。我前脚刚走，就当风一吹，门给带上了。我问他钥匙带了没，他给我讲没带。那怎么办？我俩只能冒着雨，当时去最近的一个就是开锁的那种，也得1-2公里。我俩就找了个开锁的，他当时给我们修了3次。因为那个开锁师傅，我感觉也不是特别专业。因为第2天我要去上班的时候，我们被锁在里面了。给他打电话，他来了之后又讲什么锁芯坏了，又什么各种之类坏了。然
你看这又耽误我很长时间，然后我就感觉就因为他任性了一下，然后就耽误我们这么长。蝴蝶效应。连锁反应，他不是他任性，他摔门跑了。对，你追他之前你没带钥匙，这赖谁？因为我当时我当时我听到声音，他啪关门跑了，我听到声音了，然后我当时也慌着追他，因为外面下着雨嘛。谁慌？我当时我慌。就是嘛，你没生气，你没急，你没带钥匙，这事儿赖谁？赖我，赖你。姑娘说她那个现在又越来越没耐心了，脾气还暴躁，这怎么回事啊？现在话都不听我讲完。就是有一次我跟我那个舍友嘛，就是小女生之间不是拌几句嘴就是吵起来了嘛，因为就是小事儿嘛，就讲几句就解决了。然后晚上我们就是经常煲电话粥嘛，我就是想跟她就是倾诉一下。但是他话都没听我说完，他不管3七21的，就直接把电话打到我舍友那儿。当时我们都在宿舍，他就把别人大骂了一顿。我觉得他很偏激，搞得我这以后跟我这些室友怎么相处？你看他又说我偏激，我当时那天工作1天了，我到家他给我打电话，我女朋友给我讲他在学校里面受欺负了什么的。你看我作为一个男的。我是不是有这个必要得帮他出气什么的？当时情绪也有点激动，然后就给他室友就也吵了他室友一顿。我帮他了也不对，我不帮他也不对。但是你从来没有考虑过我呀，你把别人骂了一顿，我以后怎么在宿舍跟别人相处？你有考虑过我吗？当时还有一次最严重的一次我还没讲。你讲。就是我对香菜过敏嘛，我不能吃香菜，就不说我爸妈，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然后那次我生着病，他在工作，他就给我点了一个外卖。我们宿舍在3楼，我们去拿外卖，拿到楼上打开一看，全部都是香菜。我觉得他现在就是说粗心吧，我也不信，因为我不吃香菜这个事情，他之前都知道。他就认为我这一个小小的失误，就对他造成了特别大的伤害。每次只要一吵架，他都会拿这个事情说事，而且还把这个就给他放了个香菜当成非常大的事情就来讲。然后把我们每次吵架，他都会把这个事情当成所有事情的导火索。就你这事儿，沙娜老师一点都理解不了。都没人给咱送外卖，是不是？不是自己点呗。你看，待遇有区别。所以你俩能处下去吗？还？我觉得，就如果他再是这样对我没耐心，那就让给前女友吧。那不行，这招太绝了，露西老师，一语之杀。那也就是说，他现在这样继续对你，你能忍来着，对吧？我也没讲，就是让他必须得忍我什么的。我就想，我现在毕竟也在忙工作嘛，就是让他能对我一点理解。帮你说话呢，你还听不懂啊？姑娘，来，1要么忍，2要么让给前女友，你选一个。那我肯定就只能忍一下吧。反正今天2个人来要解决的这个矛盾，就是女生抱怨男生觉得不太关心自己了，对吧？就跟之前不一样吗？你希望他怎么改？我就觉得他像之前一样呀，就是我也不就是那么严格的要求啊，什么24小时必须接电话什么的，因为他这个职业嘛，我本来就有点不放心，再加上又是什么前女友的这些乱事儿，我就是不放心嘛。所以我肯定会就是给他偶尔打视频什么的。我就想跟之前就不要相差那么大吧，就我一下我适应不过来。就是反差不要这么大，对，我有点接受不了。男生今天你来，你要解决啥问题？我就是想让他后面在我工作上面能对我多一些理解包容，然后这个脾气就稍微能改就改一下，就多体谅一下我。他俩这诉求正好是相对着的。对。他还要求更自由对，是吧？他要的是回到从前。对，所以就是这是拧巴着的。那现在1年了，你说说这情感到底是出啥问题了呢？我们先来问问过来人，来樊先生和谭女士，你们怎么看这对小情侣的感情啊？我感觉他一个在上学嘛，一个在工作嘛，他们这种处境也不一样了。工作他就是有压力的。我觉得年轻女孩子她都是希望人家宠着她的，心思细腻，小心思很多，这都很正常。所以你觉得他俩还能处下去吗？就是看彼此的感情吧，就是感情深的话就互相磨合一段时间再看吧。好，来吧，我们听听各位老师的建议。
小雪，我跟你讲一句话，就是你从现在开始，你树立一个老板娘心态，就你不要觉得说你现在还在学校上课，然后他创业了，你们俩之间你担心你们俩有距离差，不要这样子。你越是有这种老板娘的心态，你这个位置就永远坐得稳，有一点距离感，有一点空间感。你要在现在这种心态闹下去，我跟你讲，你人也没有，你俩前途也没有，未来也没有。你也要去引导他。我觉得你俩其实还是挺喜欢对方，挺爱对方的。马上过年有年会，带你女朋友去，就介绍他说，这是我女朋友，未来的老板娘啊，我们合伙人夫人，给她这个身份。我跟你讲，他一旦觉得自己是老板娘之后，他一旦觉得你们都帮我赚钱之后，心态就不一样了。但这个男生，我就跟你讲，就是你莫名其妙打电话去跟人家室友吵架，什么叫我为我女朋友出头？我是一个男人，你是个男人，你就应该第一时间等你忙完去找你女朋友，你去陪她。而不是你为他制造新的矛盾，他很单纯，我觉得你应该保护他的单纯。你如果真的是觉得说你没有办法跟你的前女友剥离干净的话，你两个里面选一个。我绝对不相信说什么这个你们家这家公司非你前女友不可了。我跟你说，就是你要去给你女朋友安全感，这个就看你自己怎么做。你给不到这个安全感，你别耽误人家女孩子。为什么我一开始上来我就知道？他身边是一堆姑娘，因为你们这个状态就能看出来，这属于在人际关系里面价值很高的人，然后你就被他那个所谓的价值给控住了，所以你才会所谓的不安全感。其实像你这样的姑娘有什么不安全感？你的所有的不安全感就是因为你身边的竞争太多，竞争太多我就有不安全感了，因为你害怕被竞争掉嘛。姑娘，你确实有点闲。是不是也稍微略微也得考虑一下自己人生了？你男朋友吧，你看他事业上面，他至少还有追求事业的心。21岁公司开起来了，事儿也干起来了，身边的资源也往公司里面堆了。但是你呢？你除了会谈恋爱，你还干了点啥呢？你现在的心思是不是要让自己的社会价值也往上走一走？你将来是考研呢，还是怎么样呢？我说句实在话，你现在20岁，你现在是不是考虑未来再升一个学历，或者出去见见世面？你真的要说我要出去见见世面，你信不信这个男的又得求着你了，又得跑来跟你说你千万别走啊，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啊？你看这叫什么？这叫社会价值。人要有自己的目标感，你的目标不能树立在一个男人身上，因为你老想这个男人，你看你的目标就是我坚决不能让他前女友把我男朋友抢走，结果你咬牙切齿，满脑子想的就都这个事儿。刚才为什么我说一句话就能让你忍？原因就在这个点上，这就是你的浅薄之处了。所以你要树立一个更高的目标，把这个目标树立起来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男人他也得高看你一眼，而且不管这段恋爱谈的怎么样，但至少你会有一个方向可以走，将来就算你伤心也不会伤心的太多。至于男生，我觉得你身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觉得你还是那个界限的问题。你以为你把那个前女友界限搞得很明白，其实不是的。我从商业角度跟你讲，你犯了一个很大的忌讳，就是你把一个和你有情感纠葛的人放在了你的创业公司里面，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如果你的前女友出了问题，让你的合伙人该怎么办呢？让其他的那些女主播该怎么办呢？今天如果分配有一个不公，比如她迟到了但没扣她钱，其他的女主播会不会说你看因为她前男朋友在这个公司当老板嘛？那个时候怎么管理公司呢？你考虑的该是这个问题。谢谢陆琪老师。大家如果同样想找陆琪老师来解决问题的话，大家现在就可以打开手机去微信搜索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记着呢，你可以提你是我们爱情保卫战的粉丝，那你就会获得一份新人大礼包啊。我是觉得恋爱这事儿其实有一个特别标准的一个规律是什么？你越在意，你在恋爱当中就会患得患失。就是当你把你所有的心思全部都放在恋爱这件事上，我告诉你姑娘，就算这男人再爱你都受不了你，因为你所有的集中的这些注意力全部放在了这个男生身上。为什么现在你会觉得落差感很大，觉得这男生变了？因为这男生每天事儿太多了，
你除了跟他谈恋爱，学校那些事儿好像在你眼里根本都入不了你的眼，无非就是一些宿舍姐妹、闺蜜呀之类的这种的小打小闹。然后就是这样的小打小闹，还要跟这个男生去抱怨，你想想你的世界里不就只剩他了吗？所以谈恋爱的这个天平想要平衡，就是我只把恋爱当做我人生当中的一件小事儿，我有很多的时间要去做其他的事情。这个男生的排序人家就很好啊，在他这儿现在创业是第一位的，你们的纪念日是第2位的，那你也想要跟他在同一起跑线的时候，你也要找到一个能够代替得了你们的纪念日的事情放到第1位啊。那个时候你看他理不理你啊？现在就是你们2个人的排序不对等，所以造成了彼此之间的落差感。很简单，你如果还想跟他继续维持这段恋爱的话，找点事儿去干吧。你们2位其实特别明白，男朋友呢背着女朋友雇佣了一个前女友，对吧？对。女朋友呢背着男朋友有一男闺蜜，还跟人说了所有恋爱中的不如意。要不是在电话背景里那个男闺蜜有意或者无意的发言，男朋友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2位其实都明白，那么就是没做出选择嘛。你今天来到这儿，你的男闺蜜知道吗？只跟他讲了我来这儿，但是没讲一些细节什么的。能断了吗？可以慢慢断吧。可以慢慢断。那他的前女友能不能慢慢断？等个10天半个月、1年半载？不能。我跟你说啊，你要跟前女友断，其实你可以占好多便宜。第一个，你跟前女友断，咱们正经的女朋友她会特别开心，对不对？这是您能实现的第一件事儿。第二个，你跟你前女友断，你可以用她在你们公司那么多20、30个女主播那儿立威，你愿意吗？愿意。她愿意了，您这儿还愿意慢慢断吗？那我也可以就是直接断掉，咔嚓就断了，对吧？所以咱们才是正经的男朋友跟女朋友。所以也奉劝所有人家前男友都有女朋友了，你再往人身边凑合，有可能被人家当做表忠心的一个道具。所有的男闺蜜，你知道人家有男朋友了，你往人身边凑合，有可能变成人家表忠心的一个道具。我觉得在一起继续还有什么意义呢？有些事儿可以教。哎呀，这题错了，我不会，然后你教我，哎，我会了。有些事儿不用教，自己都明白。女生知道有这么一个割舍不断的男闺蜜，对得起你男朋友吗？从情感上，所以她基本上不知道。那为什么我们要瞒着呢？就是知道自己做错了，但为什么还要做呢？男生也一样，把前女友安排在自己的公司里头，这事儿对吗？从你们的感情这角度就是不对嘛，所以你就瞒着嘛。但这事儿需要人教吗？说你这事儿是错的，不需要，因为你明知它是错的，还要去做。这就是你们感情到底值不值得再往下走的最重要的判断点了。那些公司同事知道那个女生是你前女友吗？知道。他们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我前女友也是我就是推给他们的，然后就讲这是来面试的，然后就问我怎么认识的，我想通过朋友圈，然后之前她是我前女友。你为什么要加这个前女友这句话呢？她是我一朋友也行，她就是一个陌生的来面试的也行，因为你在跟公司跟你的合伙人在显示我的资源，这是我在这家公司的价值，因为我有这么多的资源，我可以怎么样找到自己的人，他听我的。这就是你要在为博在公司的位置，你的付出，你把情感都付出了，都当筹码了。所以情感在你心目中并不重要，它并非是阶段性的，我的时间多偏移到这里，不是，没有这么简单。未来你也会这么去做。所以这就是在事业和情感当中，我们选择了谁，我们就看重谁，另外的那就是次要的。女生也一样嘛，有一个男闺蜜，都到这个舞台了，还是恋恋不舍的说我慢慢断吧，有那么重要吗？就是一个异性的朋友，
明知自己的男朋友很介意，但就是断不了。所以说，在你们心目中，这段感情真的那么重要，这么值得珍惜，值得再继续下去吗？我没有感受到。所以接下来的时间留给我们两组嘉宾自己啊，请你们回到我们的转门后面，想一想待会儿要不要出来。好，那我们接下来一起来期待一下我们第一组嘉宾樊先生和谭女士的结果。来，3、2、1，请开门。哎，来了，来了。怎么说呀？我还挺紧张的。我其实很期待丈夫。对，我挺想听听你们这个结果是怎么做的。他回广州也可以，因为我这边的事业也挺好的，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个体户，包点小工程，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挺好。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我回广州，毕竟有一点资本吧，让我丈母娘、我老丈人看得起我。啊，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今天算是给二人一个重新开始的一个机会吧，让女生把这么多年的委屈说出来了，对吧？好，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你们夫妻二人。不管怎么样，生活是自己选的，婚姻也是自己选的。希望你们日后一切都好。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祝你们幸福。好，再见，这边请。来吧，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小王和小雪，这个小年轻人他们会怎么选择呢？那揭晓结果之前呢，要提醒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236-06301，有情感困惑的朋友可以打电话报名，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小心被骗。来，我们一起期待一下第二组的结果。3、2、1，请开门。我估计他俩会在，哎呦我的天，我猜就在。在恋爱大过天的年纪里，你俩想说点啥不？我决定以后在关注工作的同时，更关心你，并且在处理人际关系方面给你更大的安全感。我确实最近也是有点任性，我愿意为了你改变。人际关系方面，我也会处理干净。好了，快抱抱对方吧。祝你们开开心心谈恋爱，认认真真工作和学习，好不好？好的。好，谢谢你们来到我们的节目，这边请。谢谢老师。真的，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大家开开心心的谈恋爱，认认真真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希望你的每一个选择都不会错。好啦，这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爱情保卫战，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